来来来，大家一起来，今天我们一起来做香蕉煎饼。这煎饼面糊是用椰子水调制。哇，有点特别。是的，最近天气特别炎热，后院子熟透的香蕉真的不能再油炸了。椰子水清凉解毒，调制成香蕉煎饼，很对味哦。没尝过的朋友放心是吧？很好吃的。是的，嘟嘟可以保证。都不怕网友们揍你吗？放心，我对舅舅有信心。哎呦，那真的很谢谢你了。先将椰子水倒出，取200克备用。料理盆中倒入粘米粉90克，50克中筋面粉，20克玉米淀粉，1小匙泡打粉，半小匙盐，80克白糖。接着再将所有粉料拌一拌匀。接下来加入200克椰子水，边加入边拌匀。椰奶150克，这是那天煮咖喱木薯用剩冷藏的，有点凝固了。对了，咖喱木薯的视频大家都看过了吗？有没有煮来吃呢？可以的话，找个时间试试看吧。鸡蛋3个，打散后再加入。不能吃鸡蛋的朋友，请用150毫升牛奶替代。用清水可以吗？也行，只是成品口感上比较不会那么松软。30克牛油，预先加温融化后才加入。这牛油也可以用一般食用油替代。最后再加入200克白椰丝拌匀。好了，拌匀后搁置一旁备用。舅舅用的是泥芭蕉，这泥芭蕉越熟越甜，最适合用来油炸或制作糕点，再不然蒸熟或焯水后才好吃，一般上不会直接享用。去皮后再切成小片状。舅舅这食谱用6条，那如果个人喜欢想加一点也行，没问题的，不影响成品。好了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可以开始来煎饼了。太好了，马上有的吃了。是的，首先炉开低火，在不粘锅内抹点油，这油开始时抹一次就好，接下来都不需要再抹了。锅热后再勺入适量面糊，摆上几片香蕉，盖好，文火煎至面糊表面呈现小气孔。备好一罐这奶油玉米，这玉米罐头分奶油和无奶油2种，小心别买错了。适量勺入一点就好，奶油玉米少量吃起来香香的，多了会很腻。接着再将煎饼对折成半月形，然后两面再继续煎个1至2分钟，直到表面呈褐色，煎饼熟透就可离火了。刚开始的1-2片，因为锅子热度还不稳定，煎熟后的煎饼表面色泽会有一点不均匀，斑斑点点。是的，没关系，这不会影响口感。待锅子热度够了，色泽就均匀了。嘟嘟，你看吧，是不是越来越好看了？有哦，也很香呀。对呀，煎饼香气扑鼻而来，叫人口水直流。那你就吃呗。谢谢。完成后的香蕉煎饼，冷热享用都美味。煎饼松软，带着淡淡椰奶香，煎香后的椰丝与香蕉，吃起来特别有层次感。赞赞赞，这个大家一定要试。对了，这煎饼室温下隔了1夜也不会变硬，妈妈们可以晚上煎好，明天当早餐。希望舅舅有将做法说清楚。喜欢我们的频道，敬请按赞与分享。下一支视频再见，爱你们哟！嗨，大家好，嘟嘟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，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。
舅舅今天做什么？舅舅今天要煎个简单又好吃的面粉糕，这也是舅舅最喜欢的早餐。那开始吧。OK， 首先取出200克普通面粉，这是一般中筋面粉。对，再加入1大匙约5克的粘米粉，1小匙白糖，半小匙盐，最后是1/4小匙胡椒粉。接着将所有粉料拌匀。400毫升清水分次加入，边加入边用筷子搅拌，一致拌至水完全加完为止。这水的分量还行吧？没有问题的，一般上是1份粉配搭2份水，因为是调成面糊，水量一点落差也没有关系。100克韭菜清洗干净，沥干水分后切细。韭菜的分量随个人喜欢，舅舅喜欢韭菜，所以特别多加一些。将切细后的韭菜倒入面糊内，再稍微拌一拌。将鱼子适量清理干净后，清水稍微浸泡。将鱼子添咸，浸泡后可以减少盐分。沥干后加入热锅内炒干。炒干后的江鱼子倒入一点食用油，在中火油炸至香脆。一直油炸至金黄色后离火。将酥脆的江鱼子与锅底少量的油一并倒入面糊内，再拌匀。热锅内倒入适量的油，油热后少入1大勺面糊，用勺子底部将面糊稍微整圆。保持中底火，一直煎至两面金黄。完成一片了。
是的，同样的步骤一直重复至完成。记得中低火慢煎，加上适量的油。煎熟后的面粉糕边特别香脆。如果在晚上预先将食材备好，再将调好的面糊冰箱冷藏，第二天早上再将江鱼子加入，再煎一煎，就是一道很完美的早餐了。原来还可以这样处理。是的，煎一煎就几分钟的事，简单又美味。全部完成了，嘟嘟快来，可以开吃了。哎呦喂，很诱人哦。这食谱完成后共7片，约3人份早餐，好不好吃？好吃，舅舅，您也快来吃。好的。完成后的面粉糕中心偏软，配搭上江鱼子的酥脆，特别美味。加了少许的粘米粉，底火慢煎下，糕边特别香脆。咬了还会咔哧咔哧的。的确，这面粉糕趁热享用最好，尤其用手撕着吃，另有一番风味。真的。记得小时候妈妈做这道美味小点时，我们兄弟姐妹一个一个等着吃。热腾腾的面粉糕，一片接一片，吃的比做的还快，而妈妈也煎得不亦乐乎。只要孩子们吃得开心，妈妈再辛苦也感觉值得。妈妈真伟大。是的，天下妈妈都一样。阿姨妈妈们，快快做起来吧，给孩子们留下一个美丽的回忆。是的，这食谱特别简易，前后1小时就能完成。喜欢的话就给舅舅留言。嘟嘟，谢谢大家。是的，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很快再见。